如果真的有前世，其实我是谁？这里是位于贵阳南边的青岩古镇，来生谁是这里人杰地灵，也是贵州的4大古镇之一。是否能就此快活？这里曾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，也是贵阳市第一个5A 级景区。今天随我的镜头深度游览一下青岩古镇。青岩古镇在贵阳的南郊，属于花溪区。我是游览完夜郎谷打车到青岩古镇的，车费25元。在网上订了镇里的一家民宿，准备住一晚。民宿在一条安静的巷子里。因为住在青岩古镇，民宿老板提供了免票的待遇。要知道青岩古镇对外地人的门票是60元一张，所以住在这里还是很合适的。下午到达了青岩古镇，休息了一会儿，开始出来逛街。青岩古镇有东西南北4个城门，所以也有4条主要的街道。相对来讲，东西2个城门这条街人少一些，南门到北门相对热闹多了。现在的青岩古镇比较商业化，很热闹，也很方便，所以游客还是很多的。街上主要的都是小餐馆，卖的最多的是这里的特色青岩猪蹄儿。走在街上就可以闻到香味儿。看着猪蹄儿炖得多烂，街面上老字号一家连着一家，卖的基本都是双人套餐，58块钱，非常丰富。58块钱里含了一只猪蹄儿，还有4、5种小吃。我个人非常喜欢吃猪蹄儿，这个正合我的胃口。不过现在还不饿，准备晚上来吃。这样的古镇街道，也许很多人似曾相识，但青岩古镇还是非常有自己特色的。最初青岩古镇是一个军事要塞，因为屯兵，明朝时这里不断扩建，古镇以青色岩石而得名，开始称作青岩古镇，距今至少有600多年的历史了。这是一家很火的餐馆，金碧轩。旁边这个餐馆翰林院更是有很多电视剧在这里拍摄，里面的环境真的不错。傍晚时分，有些酒吧传出了歌声。宝贝，我怎么能输的？宝贝，别再来青岩古镇一定要去它的南城门登一登那里的小长城，这个就是古镇南门。南门外也是一片田园风光，定广门，有不少游客都是从南门开始游览古城的。古镇的东西南北4个城楼都开放，都可以登上去。但是南门的城楼这里风景最好，不但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，更主要的是这里有一段古长城，就是这一段。南门的城墙往西有一座小山，爬上去，这一段非常像长城。别小看这一段长城，非常陡峭，有点像北京的八达岭长城。准备爬上去看一看青岩古镇的日落。山顶有一个可供休息的亭子，这是古镇外面的风光。在这里等到日落。今天的天气还真的不错，看到了日落。
山顶风还是非常大的，看旌旗招展。古镇里慢慢的有灯光亮起来了。古镇里密密麻麻的房屋，风非常大，准备慢慢的下去。回头望，小长城也亮起了灯。现在又回到了古镇，这是古镇南门的一座牌坊，看地面都是青色的岩石。晚上的青岩古镇游客少了很多，因为大部分人都不是住在这里。准备找个地方吃青岩的猪蹄儿。金碧轩，据说这家人气最旺。我没有点58元的双人套餐，因为猪蹄儿给的不多，单独点了1斤猪蹄儿、玫瑰冰粉，还有这个豆腐圆子，都非常好吃，50多块钱。看晚上这家生意还非常火。晚上的古镇也是非常热闹的，夜景也非常漂亮。今天走了一天，回去早点休息。第二天早晨起来，准备继续逛一逛古镇里的一些著名建筑。早晨的古镇非常安静。这是万寿宫，也叫江西会馆。古镇里的知名建筑非常多，都有很棒的石刻和木雕。这个万寿宫是个道教的场所，里面的木雕非常精美，都是历史典故。咱们现在看到的正形呢，这大块都是韩信点兵。韩信点兵，十面埋伏，鸿门宴。木雕确实非常精美细致。万寿宫的旁边就是慈云寺。哇，是桃花。这个是建于清朝的，里面的建筑、石柱和木雕都非常有名。木雕的内容也都是历史典故，雕刻得很漂亮。慈云寺的旁边就是背街，这是一条非常漂亮的石巷，地上的岩石通过几百年的冲刷都泛着亮光，墙都是一层层的瓦片垒起来的。这条石巷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，非常神秘。背街周围也有很多知名的建筑，这是周恩来父亲曾经居住的地方。早晨的街道游客也很少。这条巷子里有一个赵公祠，是一位曾经驻守在这里的将军，里面的面积还挺大。从这里看，街道多漂亮。这是古镇东门的文昌阁，好像没有开放。上午很多店铺还没有开张，街道很干净。这时候在这里拍个街拍，效果不错。大明治，这是古镇一个非常大型的表演，不过现在暂停了。越来越喜欢这个青岩古镇了，真美。古镇里还有一个著名的建筑，是状元府。这个状元叫赵宜炯。据说这个赵宜炯是清朝贵州第一个文状元，这是他们家，
2个院落，700多平米。虽不是特别大，但很有书香风范。古镇里知名的建筑实在是太多了。这个是龙泉寺，不过现在应该不是一座寺庙，有一些展览，主要看的还是它的建筑特色。这个是古镇的北门。其实青岩古镇外景色也是非常美的，现在也是花季，各种颜色的花儿竞相开放。听民宿老板讲，青岩古镇的附近还有一个大兴国寺，远远的就可以看到远处的宝塔，不知不觉竟然走到了那里。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寺院，整个寺院依山而建，有山有水，环境非常美，感觉就是一个大公园，里面各种亭台楼阁非常高大。正面首先看到的是天王殿，每个角度看上去外面的风景都很美。天王殿的后面是大雄宝殿，大雄宝殿。大雄宝殿的后面还有个更高大的建筑，圆通宝殿。这是圆通宝殿。上去再看一看。感觉这里的风景真美，风水也好。去远处山上的宝塔看一看，这是一个7层宝塔，盛世宝塔。看看这个大兴国寺的规模多大。再抬头看看这个宝塔，非常高。真的没想到这竟然有一个这么大的寺院。这里还有钟楼、鼓楼，池塘边有个长廊，池塘里还养了孔雀、天鹅。整个寺院非常气派，所以如果来清源古镇的，不妨在这里停留1-2个小时参观一下。没想到贵阳的花溪有这么多的旅游宝藏。现在去花溪公园。如果真的有前世，前世我是谁？这里是贵州的下司古镇。下司古镇是具有600年历史的商铺重镇，这里曾经商铺云集，通宵营业，所以也被称为小上海。这里很像是江南小镇，历史上这里也是水陆交通要道，有个码头，旁边是清水江，所以下司古镇也被称作清水江上的明珠。下司古镇历史悠久，里面有很多漂亮的建筑，带大家游览一下这个下司古镇。下司古镇就在贵州的凯里，
在凯里坐公交车就可以到达这里。景区入口是个风雨桥，45，门票、船票、一碗面条、观光车、礼铁、代金券。这里现在收45元的套票，但是非常的超值。这是景区入口的风雨桥，桥上看到的清水江，岸边就是下司古镇。景区的交通车只有1-2公里的路程，虽然票价包含了交通车，但是没有坐，准备走进去。这是下司古镇的牌坊，雕工非常的精美。镇上的小码头可以凭门票在这里坐一次船，不过游船1小时1班，整点发船，先去古镇逛一逛再回来坐。竟然在这里遇到了2个老年团，他们都换上了苗族盛装，高兴地在这里拍照。这是古镇的中心区，广场上有一个寨门，这种寨门在苗族、侗族的村寨里很多。寨门的后面是一个大广场，芦笙广场，有一个很漂亮的大戏台，戏台的建筑上挂满了红灯笼，到大戏台上拍个照。广场的一角有个鼓楼，这个鼓楼一般都是侗族村寨里的，也叫侗楼。这个芦笙广场就算是古镇的中心了。在戏楼的下面有一个门，可以穿过去。这就是大戏楼的背面，好像是一个大的石牌坊。广场后面是整个下司古镇的核心景区，这里有非常多的建筑，一起逛一逛。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过下司古镇，这个古镇是藏在贵州深山中的，但是在近代史中却是贵州一处非常繁荣的地方。这是小码头旁边的接官亭，一些考取功名返乡的官员坐船都是从这里的小码头上来，而一般人坐船过来都是从旁边的大码头上来。大码头和小码头离得很近，也就100-200米。前面那个就是大码头，码头上来很漂亮的一组建筑。下司古镇曾是黔东南的第1商业重镇，成为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和中转站。以前这里的商业贸易非常的繁荣。又下起了小雨。下司古镇被人称为人文下司，天造山水。作为重要的商埠，距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。到民国时期，这里更是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的闹市，所以就有了小上海的美誉。在这里可以看到很多清代修建的房屋，还有各省会馆。这是新维修的广东会馆。看前面这一大组的建筑，可以说是融合了徽派建筑、闽南建筑、西洋建筑。这些建筑与下司少数民族文化相互融合，构成了多元化的建筑特征和文化。这是建于明朝的阳明书院。失误。没想到还有这么悠久历史的建筑。这个建筑有600年历史。以前我发过一个关于王阳明的视频，可以说王阳明在贵州走过了很多地方。这是知行楼。鼓楼。虽然下着小雨，但是突然觉得这个古镇很美，于是临时决定想在古镇住一晚。
在阳明书院鼓楼的旁边就有几个民宿。这是谁家在办喜事儿吧？这是下司古镇另外一个重要的建筑禹王宫，这里也曾是两湖会馆，建于清代，里面有好几组建筑，现在都是办的关于下司古镇的一些历史展览。这是从一个客栈房间里看到的下司古镇的风景。从网上查到的价格只有100出头，于是立刻决定住在这里。客栈老板还给我升级了一个大一点的房间，房间非常的干净，比较喜欢这样干净的房间。在房间休息了2个小时，雨也停了，也快到傍晚了，出来散散步，吃点东西，看看夜景。这是古镇的其他几个街道。古镇现在也比较安静，游客不多。来到了风雨桥边，夜晚这里的灯光也亮了起来。看看亮灯的下司古镇牌坊，这个就算是下司古镇的主街清江街。两旁的建筑都是有一定年代的了。整个古镇不算大，整个长度也就1-2公里。核心的部分就是这个芦笙广场和我住的周边。看晚上灯光下的芦笙广场，大戏楼。大戏楼2个亭子上挂满了红灯笼。这是莲心亭，亮灯的广东会馆。这个是良心桥。吃完晚饭，逛完街，回到房间，用大电视投屏看我自己做的视频。好像有不少的网友看我的视频都是投屏到电视去看吧。跟我来一次西江聊寨深度之旅吧。第2天早晨，天仍然是阴雨天。客栈就对着鼓楼，看这里环境多好。名人堂，因为门票里还包含了船票，不能浪费，准备上午去坐一次船。这是古镇里引入的一个水塘，上面有几座小桥，都很漂亮。这座桥叫莲心桥，前面这条小巷子是美食街，从这里拐到河边就是小码头了。这个小码头离景区入口的风雨桥很近，虽然只有我一个游客，船照开。这是一艘画舫游船，游船驶离了小码头。看一看，这就是清江河的水。这个船票是包含在45元的门票里面的，以为就是围着古镇转一转，没想到船开得还很远，仿佛从江南水乡一下子来到了桂林山水。
这里之所以叫下司古镇，是因为明清两代这里隶属于平定长官司管理。因为这个地方地处平定的下游，所以就叫做下司。看这条清水江还挺美的。这条河可以汇入长江的支流。游船一直向前，一直开到了月亮岛。这里有很多自驾的人来这里钓鱼休闲。下司好像还有一个比较出名的是下司名泉，不过在整个古镇好像没有看到一条下司泉。游船从月亮湾开始返回，这是古镇的大码头，建筑在水中的倒影多漂亮。下了游船，准备去吃面条。下司面条也是非常有名的，这还不一样的面是吧？再免费坐一下景区的交通车。景区的交通车，对呀。这个景区的交通车一直从主街开到免费吃面条的地方。前面这条街就是古镇的面条一条街，好多面馆。这个面条也是45元门票里赠送的。面馆不是很大，可以自己选择吃什么口味的。主要是这里的面条跟其他地方面条不一样，调料都差不多。面条的口感还是非常不错的。门票里能赠送一碗面条，也可见景区的诚心。两边的建筑基本都是明清修建的房屋。这是另外的一条街，也可以通向另一个出口。又回到了这个鼓楼。清江街，雨后的清江街，前面就是古镇的牌坊了。穿过这座风雨桥就是出口了。最后看一眼下司古镇。明天准备去剑河仰阿沙温泉小镇，一个让我惊讶又开心的地方。这里是荔波县城。来贵州荔波旅游，包括去小七孔、茂兰等地方，都会经过这个荔波县城。这边因为都是著名的风景区，所以荔波县城也非常干净漂亮。很多人去小七孔旅游也会住在荔波县城。这里离小七孔景区只有30公里，而且有直达的公交车。这是荔波的客运站，去小七孔也可以在这里坐公交车。我这次来荔波旅游，前后在荔波县城住了2次。今天带大家逛一逛这儿。这是我住过的其中一个客栈，来参观一下，看看荔波的客栈是什么样子。可以说荔波古镇这边的客栈都非常不错，很多都是这种庭院式的客栈，都是很有经验的民宿经营者，每个客栈几乎都做得非常精致。看看我这个客栈的房间，面积还挺大的，而且床品非常干净。我住这晚才花了50多。在荔波吃饭又好吃又便宜，看这个羊肉、羊杂粉10块钱出头，还吃了一份东北水饺和拉皮儿。第2次住在了荔波古镇，这里还算是个3A 景区，也是在市中心。这个荔波古镇环境打造得非常好。这是我入住的第2个客栈，名字就叫1号客栈。
也是个庭院式的设计，3层小楼。这里每个客栈都可以免费洗衣服，正好可以休整2天。再看看这个客栈的房间，我在网上订的也是60多。可以说荔波的民宿都是比较精品的民宿，50-60块钱入住实在是太划算了。如果是以往，不可能是这样的价格的，可见疫情对旅游业从业者的影响太大了。这是住的3楼的露台，坐这里休息非常舒服。大露台的景色也是非常漂亮的。荔波古镇算是荔波县城打造的一个旅游示范区，环境打造的非常优美，吃住也非常的方便。带着大家逛一逛这个荔波古镇，看看这里有什么好吃的。古镇的特点，第一是客栈多，第二是餐馆多，这里还有网红街。今天睡了个大懒觉，出来早中餐一起吃。这里有个很著名的嘉荣生态牛肉馆，牛肉非常的新鲜好吃。顾客可以自选分量，买5块钱的、10块钱的、15块钱、20块钱都可以，跟着要的粉儿一起吃。很多人吃10块钱的当一顿中餐都可以。粉面都是5块钱，另外加肉。这个小碗是5块钱牛肉，这个大的是我要的20块钱牛肉。这个是年粉10块，这个是年粉20。这个叫嘉荣的牛肉馆有好几家。看我这一碗20块钱全是牛肉，感觉要10块钱牛肉足够了。第一水乡，继续逛逛古镇。这个古镇有很多条街巷，这条巷子里植物非常漂亮，打造成了布依族的水乡。小桥流水，还有椰林。三角梅也开得正旺。记得前年我来荔波的时候，这里面游客还非常多。看这花儿开得多美！荔波现在的楼盘价格大概是3000一平，感觉这个县城景色还是非常好的。逛一逛这里的网红街，小河两边都是古色古香的庭院。沿街都是餐馆。这里有不少的网红餐厅，其中吃的最多的是豆花鱼。现在到傍晚了，准备找个地方吃点晚饭。上次吃过这里的豆花鱼，感觉不错，准备找一家自己吃一条。就是这种张江豆花鱼。古镇里到处都是餐馆，在美团上选了一家。吃饭的游客都不多，点了一份双人套餐，价格比单点一条鱼都便宜。这也算是张江的特色鱼吧。特意点了不辣的烤鱼，这份套餐80多，量很大，其他的菜都没动，就吃了一条鱼。
古镇晚上的夜景也很美，逛一逛古镇晚上的夜景。据说五一放假的时候，这里还比较热闹。当五一假期一过，这里又归于平静了。这次来荔波旅游可以说非常幸运，虽然五一节假期人比较多，但是免费，而且天气非常好，拍的视频非常漂亮。这次来荔波主要去了3个景点：大小七孔、瑶山古寨和茂兰自然保护区。不知不觉在贵州玩了将近2个月了，其实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去。也有不少网友向我推荐很多小众景点，接下来准备去贵州的平塘，去平塘来一次探秘之旅。平塘和荔波都属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，但是论名气，平塘比荔波小太多了。我这次就要去平塘来一次探秘之旅，看看那里都有哪些非常美的秘境之地。请大家继续关注北京老刘的平塘探秘之旅。